交通部最新公布的数据出乎意料，新加坡往返中东的航班已从154班暴跌到55班，跌幅高达 64%， 超过420趟航班取消，新航迪拜航线被迫多次延期。这不仅意味着许多人的假期泡汤与高昂的退改签损失，更直接暴露了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新加坡在面对地缘政治冲突时的脆弱。当全球航线大面积断联，高度依赖外部连接的本地经济究竟会受多大冲击？今天我们客观拆解这场航空危机会如何影响新加坡商业环境及本地居民的实际生活。看懂这次冲击，得先看看全球趋势。根据民航局数据，仅到3月24日就有超420趟航班取消，不少本地朋友抱怨中转行程被打乱，甚至承担了高昂的额外支出。但这并非新航单方面的问题。目前，英国航空、汉莎航空等主要航司都在大规模停飞中东航线，英航更是将停飞期拉长到2026年底。这说明全球航空业正面临系统性的安全挑战。事实上，中东作为连接亚欧大陆的黄金通道，其空域的每一次关闭都在引发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对于新加坡而言，枢纽地位是经济命脉，无论是祖屋区的上班族，还是中央商业区的中小企业主，工作机会和商业订单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樟宜机场的航班与港口的货船。当地缘政治导致物理航线受阻，冲击会顺着供应链传导到本地经济脉络中。试想一下，本地的精密仪器制造企业原本依赖高频次的航空货运将产品发往欧洲客户手中，如今航班锐减，不仅物流周期被迫拉长，运费也水涨船高，这直接削弱了本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仅是精密仪器，甚至包括医药冷链、生鲜食品等对时效性要求极高的产业，都面临着重大的供应链重构挑战。对于新加坡这个高度依赖进出口的微型经济体而言，这种打击是全方位的。大家最近在商务出行或物流上有感受到不便吗？或者你所在的行业是否也遇到了成本上升的压力？欢迎在评论区分享经历。面对全球性的航线调整，我们需要理解一个核心机制：地缘政治重新定义了航空业的安全溢价。简单来说，当某片空域存在风险，飞机必须绕道。这不仅增加了飞行时间，更导致燃油费、机组人员超时成本以及航空保险费大幅上涨。以绕飞中东空域为例，单趟航班可能需要增加1到2个小时的航程。面对这种全球性的断联，我们必须看懂一个核心机制，那就是地缘政治重新定义了航空业的安全溢价。什么是安全溢价？简单来说，当某片空域不再安全，飞机就必须绕道。这一绕，增加的不仅仅是几个小时的飞行时间，更是成倍上涨的航空燃油费、机组人员的超时成本，以及飙升的航空保险费。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高昂的成本最终都会转化为经济摩擦力。我们来看新航的具体动作。新航飞往迪拜的航线原本只是宣布短暂暂停，但随后经历了多次延期，直接推迟到了8月份。这个细节非常关键，它反映出新航的管理层对中东安全局势的预期已经从短期应对彻底转变为中长期规避。在商业运作中，不确定性是最大的敌人。为了对冲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亏损，航司必须做出取舍。比如，在最新的冬季航班时刻表说明中，新航甚至取消了部分受影响航线的头等舱和优选经济舱服务。这在外界看来可能是服务缩水，但从企业经营的逻辑来看，这其实是航司为了应对高昂的安全溢价，而在进行产品线的降级与精简，保住基本的运力，砍掉高成本、低确定性的高端服务，这是在动荡时期非常现实的生存策略。对于新加坡这个高度依赖航空连接的经济体而言，这种安全溢价的长期存在，无疑是对我们经济韧性的一次深度考验。不过，面对考验，新加坡真的只能被动挨打吗？理性观察当前局势，并不需要过度担忧。新加坡能维持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依赖于长期的风险对冲与资源重组能力。在航班锐减 64% 的数据背后，新航和樟宜机场正在进行复杂的动态调整。当部分航线受阻，
资源会被迅速转移到更安全且具商业价值的区域。例如，为弥补中东航线中断流失的客源，新航迅速增加了飞往伦敦盖特威克机场的航班，同时因航线取消闲置的大型客机，被调配去直飞需求量大、安全系数高的墨尔本航线。这是典型的运力结构重组，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在危机面前，这种灵活的调度能力正是顶级航司的核心竞争力。不仅如此，为了进一步分散风险，新航集团也在积极拓展东南亚和东亚市场的短途高频航线，通过加密区域内部的连接来对冲长途洲际航线带来的不确定性。此外，樟宜机场也展现了系统的韧性。航空市场是动态平衡的，一家航司留下运力真空，其他航司会跟进填补。数据显示，法国航空和英国航空在受影响期间，往返樟宜机场增开了超过40趟航班。这证明，尽管局部航线受阻，樟宜机场连接亚欧的枢纽价值依然稳固。国际资本与跨国航司依然看好新加坡的战略位置。这种动态的修复机制是新加坡在全球波动中稳住阵脚的基础。此外，新加坡旅游局也在积极配合，通过引入更多高质量的国际会议和大型展览，吸引那些不受中东航线影响的亚太区商务旅客，以此来填补欧美旅客减少带来的消费缺口。这种跨部门的协同作战，充分展示了新加坡政府与企业在应对外部冲击时的敏捷性。每一次危机，往往也是倒逼产业升级的契机。樟宜机场不仅在优化航线网络，也在加速推进数字化和自动化运营，以降低对单一航线的依赖，提升整体的运营效率。航线绕道确实带来阵痛，但迅速建立新的连接方式，寻找新的增长曲线，正是本地经济一贯的发展模式。从154班到55班的锐减，表面上看是新航的运力调整，但往深了看，它是地缘政治风险传导至繁荣经济体的一个真实缩影。对于生活在新加坡的我们，无论是经营一家中小企业，还是作为普通中产在规划买房、理财和职业发展，我们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曾经带来的低成本连接已经成为过去式，安全溢价将是我们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必须面对的隐形成本。在动荡的时代里，保持理性，看懂事件背后的真实逻辑，就是保护我们自己资产和生活质量的最好防线。你所在的行业最近有没有感受到全球局势带来的直接影响？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客观拆解对你有启发，请记得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会持续为你梳理新加坡本地热点背后的来龙去脉。我们下期见。